北约扩张，马克龙扛住美国压力，带头反对日本办事处。看来王毅的话，法国真的听进去了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可以说，北约从建立之后就没有停下过扩张的脚步，而俄乌冲突不过是他们扩张道路上的一条减速带，只能让北约放缓脚步，但并不能让他们完全停下来。这段时间，北约似乎将主意打到了亚太地区，特别是与美国有着不少联系的日本和韩国。北约秘书长更是前往日本和韩国，表达北约希望强化与两国合作的想法。很明显，北约想将触手伸到东亚地区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日本和韩国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。与韩国的犹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，日本非常的配合，甚至非常适合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北约和日本之间的合作。这段时间，北约正在和日本商讨建立办事处的可能性。一旦成功建立，日本和北约就能通过该办事处一同协商各种事务。对于北约的扩张行为，估计他们自己也很清楚，会招来很多反对的声音。但令他们意外的是，这种反对声音不光来自外界，在北约内部也同样存在。近期，马克龙在一次会议上对这个所谓的日本办事处做出了表态。他认为，北约不应该将势力扩大到亚太地区，因为北约是跨大西洋的安全联盟，所以只要管好大西洋就行。这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还有一名法国官员表示，在俄乌冲突中，北约一直要求中国不能跨过红线，也就是不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。如果北约在要求他人的同时，自己却做出危险行为，将手伸向亚太地区，将会对北约的信誉造成损害。要知道，北约是美国一手建立的，做的事情也都是经过美国同意。马克龙带头反对，想必也是扛住了巨大的压力。其实，马克龙的表态与法国和北约之间的矛盾有很大关系。由于法国一直都注重独立自主，而欧洲对美国言听计从的一大根本原因就是北约。毕竟国防都掌握在美国手里，只能服从美国的安排。这段时间，马克龙不断在欧洲宣传自主，不光希望成立欧洲军队代替北约，在军事上摆脱美国控制，还希望欧洲能够避免卷入俄乌冲突，实现战略自主。所以在看到北约打算惹怒中国后，马克龙立即站出来反对，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。这也说明王毅主任说的话，马克龙真的听进去了。毕竟这个办事处一旦成立，将对中国造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威胁。前不久，中法两国进行了通话，王毅主任对法国展现出的独立外交进行了赞赏，并表示相信法国能为中欧关系起到积极作用。虽然说中欧之间存在差异，但双方之间的关键词不应该是对抗，而是合作。这不光对中欧双方有利，也对世界稳定有利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